融，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经济体系。面向未来，中国将如何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格局之下，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先生为我们带来主题演讲《新格局下中国开放的新特征、新趋势》。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黄奇帆先生，有请。按照会议的主题，我就新格局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特征、新趋势，跟大家做个沟通。那么这个主题里边呢，有3个新，首先是新格局的内容，第二呢是开放的新特征，第三呢，这1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新成就和新趋势。那么首先讲一下新格局。在我们国家现在的场景里，新格局不是一个简单的新事物的形容词，而是一个特定定义的内涵的一个词。这就是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格局。所以这个新格局是有特定内涵的，是我们党在2017年19大报告里提出的一个时代的特征。那么外循环、内循环是什么含义呢？在国际上通行的一个说法，就当一个国家进出口贸易，包括它的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总之进口出口贸易占 GDP 的比重，如果这个比重超过60%，那么它是外循环为主体的国家。如果这个比重低于40%，也就进出口贸易占 GDP 的比重低于40%，那么这个国家是内循环为主的国家。那么对我们国家来说呢，1950年到1980年，进出口贸易占 GDP 的比重大体上在10%以内。比如1980年，中国 GDP 是2000多亿美元，我们的进出口贸易是200亿美元，10%不到一点。那时候我们是一个相对比较绝对的内循环为主体的国家。那么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从80年以后，我们按邓小平老人家提出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的方针，那么中国进入到一个利用国际的资源、国际的资本对中国经济进行发展，那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在那个阶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到了 GDP 60%以上。2006年，中国在进入 WTO 以后的6、7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上升到了 GDP 总量的71%，其中货物贸易占64%，服务贸易占7%左右，加在一起呢占71%，当然是一个外循环为主的国家。那么我们现在是多少呢？比如去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的货物贸易6万亿美元左右，那么我们的服务贸易8000多亿、9000亿美元左右，加在一起呢就是7万亿美元不到，这算成人民币呢40多万亿，50万亿不到一点。那么我们 GDP 呢是126万亿，所以去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 GDP 比重是38%，是内循环为主，因为进出口贸易在40%以内，进入了内循环为主。那么大家会想，
我们怎么会从新世纪初2010年前的70%以上，现在降到了38%呢？是不是因为特朗普打贸易战，拜登搞小院高墙，从中国撤资拉帮结伙，使得我们进出口萎缩了？是不是我们疫情下，在新冠病毒冲击的过程中，使进出口的产业链、贸易链受到了障碍，所以进出口萎缩了？如果大家这么想呢，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因为中国实际上在2016年进出口贸易已经降到了38%，就是2016年那一年我们降到了38%。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下降，进入到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是因为从07年的时候，美国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欧美的资本市场、资金市场各个方面收缩了至少10万亿美元的一个经济规模，造成了巨大的海啸般的世界经济冲击。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欧美对中国的进出口的市场规模需求大幅度萎缩。那么中国呢，从80年到06年一直是2位数的进出口贸易增长呢，那个阶段那个几年呢就降到了5%以内。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启动了一个对冲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一个措施，启动了4万亿投资的概念。那么现在看呢，我们100多万亿 GDP，4万亿好像不那么多，但是在2005、06年，中国 GDP 是20几万亿。那么20几万亿的时候，你启动了一个4万亿，这个比重差不多接近20%，相当于现在100多万亿 GDP， 你如果启动一个20万亿的投资计划，那就不得了的一个计划。所以当时中国政府的战略举措刺激了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 GDP 增长始终保持10%以上，当时2010年是11.5%的增长。所以中国 GDP 保持2位数增长，进出口贸易那个4、5年呢，萎缩到4%到5%的增长。一进一出呢，我们 GDP 和进出口贸易的比重到了55%，也就从71降到了55。然后呢，我们进入了18大，2012年18大以后，中央政府提出了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其实就是审时度势，不再那么依赖国际贸易来拉动经济，更多的要依靠国内的内循环、国内市场、国内大市场的建设来推动。所以当时的发展战略也进入到了一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而不是像原来几十年出口拉动、投资拉动、消费拉动的那个逻辑。所以在这么个背景下呢，我们主动的又收缩了内外循环的比重。那么到2016年呢，达到了就是说38%，又比10年呢下降了17个百分点。那么内循环、外循环在世界上有个基本的逻辑，凡是发展中国家要超常规发展呢，更多的依赖外循环。一旦进入世界经济强国，凡世界经济强国你去看，通通都是内循环为主。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个50年任何一个年份你去算它这个账，
它的进出口贸易都在 GDP 的25%左右。去年美国人的 GDP 27万亿美元多一点，它的进出口货物贸易5万亿，服务贸易1.9万亿，大账加起来7万亿不到一点，进出口占它的 GDP 26%左右。那么欧共体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一个群体，这27个国家去年 GDP 是17万亿美元多一点，它的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5万多亿美元，总之在30%多一点。那么日本呢，你可以算它两段，1945年到75年，日本在推进从它的战败国民经济机器被打碎的状态下重新振兴。它这个30多年，它是出口导向，外循环为主，进出口贸易占 GDP 70%多。那么最近的30多年，它成了世界经济强国，它的进出口贸易始终占 GDP 35%左右。我讲这一段意思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到了新的阶段。我们在80年到2000年到2020年，是邓小平老人家说的，形成初步的小康社会。到2000年，我们人均 GDP 到1000美元；2020年，我们实现全面小康，人均 GDP 到了1万美元以上。那么今后30年，中国将进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阶段。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循环战略当然会发生转变，是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是我们国家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内在选择、必然选择、主动选择。所以在16年前就形成了内循环为主。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概念，如果16年的时候我们还是70%几的外循环，然后特朗普搞贸易战，拜登搞小院高墙，跟我们搞撤资、搞封锁，那么如果我们70%几在贸易战背景下变成了30%几，那可能我们受直接的冲击会影响很大。但是反过来，我们16年就是38%，就是内循环为主。那么这个6、7年，大家可以看到，每年的进出口贸易和 GDP 比重都在38左右，充分体现我们这个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格局是非常的坚强的，有巨大的韧性的，是经得起各种冲击的。在冲击下，我们没有把38的外循环被压缩成28、18等等，我们始终保持着这么个38左右的格局。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这个是我们进入了新格局，这个新格局是今后几十年都会保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那么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词呢，就是在新格局下内循环为主了，是不是外循环不重要了？是不是开放萎缩了？这当然是误解。我们国家最近10年对外开放的说法，基本上有这么几个词：一，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绝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一个话。第二个话呢，越开越大什么意思呢？具体的讲呢，就是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的开放将体现为更高水平的开放，更深层次的开放，更宽领域的开放。那么这3个词来说明我们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但你也可能说，这3个字还是形容词，
到底什么内容呢？我想下边就是说，这3个词表述的内容有5个特点。第一，最近10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贸易政策，从过去几十年以出口导向为主，已经转变为既鼓励出口，也鼓励进口，而且采取了很多加强的措施，鼓励进口。比如在上海，2012年就开始在搞个进博会，搞了5年多。那么世界最大规模的一个进博会的展览场馆，差不多50多万平方米。那么18年开张，那么这个6年每年1次进博会。这世界上专门大规模的搞进口的博览会，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因为大家一般搞的博览会总是进口出口综合的、混合的，或者是专门搞出口的。那我们搞了个进博会，那么每到10月份，进博会上上万家全球跨国公司要把它的各种产品在中国来推销。那么在进博会呢，就变成了一个狂欢节，国内几千个县、几百个地市州、几十个省，各个层面的企业或者政府系统的都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中国最近10年大幅度的降低了进口关税。2010年的时候，中国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率还在26、27，到05年就降到了15，降了10个点。最近呢，到了去年2023年又进一步，差不多降到了6%左右。那么我预计今年2024年、2025年的时候会降到5%以下。那么世界发达国家进口关税平均值就在5左右，我们也会降到这么低。那么降低进口关税就是在鼓励国际市场商品进入中国，让中国老百姓分享世界各种优秀产品的成果，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在投资政策上呢，中国过去几十年比较多的力度，重点就是引进外资为主。现在呢，现在的投资政策呢，既鼓励外资到中国来，也鼓励中国企业海外投资。2018年、17年到去年，差不多这5年，我们每年海外投资1100多亿美元。这5年平均1100亿，总的加起来有接近6000亿美元，这是一个概念。当然，我们这5年引进外资，平均每年也有1600亿，5年引进外资有8000亿，走出去投资有1100多亿。总的来说，有进有出。我们1980年到2010年30多年，走出去投资没有超过5000亿。现在5年就能有5000多亿，这个和我们国家一带一路走出去，跟世界发展融合一体这个战略方针密切相关。这是第2个概念。第3呢，中国的开放从过去几十年沿海开放为主，现在进入到了沿海内陆东南西北中、东中西同步的开放。我们在过去30年，如果一说开发区，27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都在沿海，然后5个特区都是沿海特区，然后呢，新区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也是沿海。保税区到2010年，中国一共批了67个保税区，都在沿海。大家脑子里想着就是境内关外，保税区就境内关外，那么当然就在沿海边境旁边。
然后关外呢，铁丝网一围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海关之外的地方，零关税。那么大家一种想当然的开放总是在沿海，然后沿海开放它10年5年，积累了经验，再梯度转移到中部西部。那么最近10年，大家可以看到，中央只要采取的任何新的开放措施，都是东中西同步的开放。比如说2014年中央推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是中国最顶级的开放，在自贸区里边是30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是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协定区的那种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呢，这个10年一共推出了22个区域，7个在沿海的自贸区，7个呢是在中部的7个省，还有7个在西部的7个省，东中西各7个，剩下一个海南岛，你可以算东，也可以把它算中，也可以算西，因为它在沿海是东部，它在中国地图的中轴线上是中部，它的经济水平跟西部也差不多，所以总而言之吧，就是东中西是协调平衡的。保税区原来67个都在沿海，2010年以后，中国政府又新批了70个左右的保税区，那么60多个是在中部西部，东部呢只加了6、7个，现在加在一起，东部有70多个，西部有60多个，中西部有60多个，所以总之中国的开放政策东南西北中协同开放。开放是一种理念，是一种制度，是一种管理方式，和地理位置无关。德国在西欧的内陆，不靠海，没有人会认为德国的开放度小于西班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在的区域开放政策是比较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第4个方面呢，就是在产业政策上，过去我们的开放呢，总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类型企业开放度高，比如外资搞工业、外资搞百货、外资搞建筑业、外资搞房地产，这些产品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开放度就比较大。这一类企业也比较多，不管独资、合资、控股不控股都放开。那么但是外资如果搞看不清摸不着的服务贸易、金融业或者各种其他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那么这一类呢管得就比较紧，准入的门槛呢也特别高。那么最近10年呢，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开放，这些服务贸易领域、教育卫生文化领域以及金融业开放度都极大的提高，包括外资搞金融，不仅可以控股，100%独资也是被允许的，等等吧。这是第4个方面。第5呢，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开放，一般是注意它的贸易流量和资金流量，以要素流量的开放为主。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不仅是贸易要素的流量，更多的是从制度、规则、规制、体制、机制、标准等这些方面的开放，促进中国各种区域的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以上是我具体做的一个解释。这5种特点，大家用脑子稍微想一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现在的开放度是比过去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那么这是我要讲的第2条。那第3个呢，在内循环中国大市场的吸引下，加上中国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更宽领域的开放的推动下，中国这个10来年对外开放的经济趋势，实际上是令人振奋的，是比过去10年、20年、30年要成果和各种效果呢都要大得多。具体的表现3个方面。说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在全世界的出口结构。第二个就是这个国家生产方式、制造业制造产品的方式对全世界国际的影响。第三，这个国家的开放度也体现在是不是吸引了全世界的资本投资。这个资本投资不仅是炒外汇、炒股票的汇率上的这种热钱的投资，更重要是体现在 FDI 外商工商企业的直接投资，因为工商企业投资会带来资本、技术、产业链、装备和市场。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体现一个国家的开放度的经济成果，最重要的就看这3件事。那么我们最近10年呢，在出口产品方面呢，出现了基础性的、根本性的结构性变化。2010年，中国的出口量是进出口是3万亿美元，那么我们的出口呢是1万5千亿美元。那么在当时我们1万5千亿出口里边，70%几，也就有1万多亿美元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服装或者各种箱包、玩具、轻工产品。那么有20%几呢是机电产品、电子类产品。那么到了去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货物贸易到了6万3千亿美元，其中3万3千亿美元是出口，3万亿是进口。那么这个3万3千亿美元要比2010年在出口量上增加了1倍多，但关键是结构。我们这3万3千亿里90%的产品是机电产品、电子产品，也就差不多有近3万亿美元的制造品、工业的装备类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附加值高的产品。然后呢，轻工纺织、劳动密集型产品从原来的70%几，现在的比重是10%。你这么一看，你如果对着轻纺来说呢，你会觉得好像中国轻纺萧条了。但你仔细想想呢，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不就是60、70年代欧洲把它甩给了日本、韩国吗？不就是70、80年代日本、韩国把它甩给了中国吗？那么现在中国把这一块甩给了东南亚、印度，时代的变迁嘛。这是一个中国劳动力成本最近10年要比10年前要高1倍以上，劳动密集型的竞争效应下降是很正常的。然后呢，现在东南亚的企业60、70%的外资都中国的民营企业转过去的，转过去，中国政府从来不阻拦，因为这是亚洲一体化 RCEP 的一个自然的结果。然后呢，这个过去以后，他们的产成品在东南亚组装，原材料部件关键的东西可能中国国内过去，所以2019年亚洲10国、东南亚10国跟中国进出口贸易是6500亿美元，到了去年已经变1万亿美元以上，就这么几年涨了个50%，好事情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我们现在的出口产品，就是比如像造船，在30多年前，世界造船50%日本造，10年前世界造船50%是韩国造，
现在世界船舶50%中国造。我讲这一段就是说，以前我们说用10亿件衬衫去换一架波音飞机进口，这个时代已经转变为中国一大堆装备、电子类产品出去，然后换回国外我们需要的粮食啊、猪肉啊，或者地下的矿物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总之，这个出口产品结构是趋势性的、结构性的。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大家应该看到这一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进步，是40年来中国开放当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成效。第二个概念呢，就是国际贸易之间这个有个生产方式，工业的生产方式。中国的工业2010年就是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但那个时候中国工业中有40-50%是加工贸易。什么叫加工贸易？就是1000亿美元出口，800亿美元零部件、原材料、半成品买进来，然后你再组装一下，形成了1000出去。所以你这个单子，进出口贸易单子1800亿 ，GDP 可能只有10几，只有100几十亿。因为你在加工的过程，水电气还是要抵扣，抵扣了以后呢，你真正的利润、企业的利润、职工的收入，还有国家税收加起来，也就占整个，就是说出口贸易量的10%几。所以加工贸易是只长骨头不长肉，是在你没事好干的时候。劳动力又过剩的时候搞一些是可以的，但是一滩强盛，你这种事肯定要甩给别人。现在东南亚就是50%的加工贸易，它的两头在外，一头从中国过去，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中国过去，加工完了它卖到欧美，它这个也是两头在外。所以这件事，中国在2010年前，中国的制成品的比重里边50%是加工贸易，然后30%几呢是一般贸易。所谓一般贸易，就是你国内自己的产业链做出来出口，那么这个是一般贸易。那么还有呢，就10%左右的农产品、原材料、初级产品不需要你制造的。那么现在中国去年6万多亿美元进出口的产品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加工贸易已经从50降低到20以内，然后一般的制造，中国自己的产业链集群制造的东西占到了70%，然后还剩下10%是农产品或者地下挖出来的原材料。那么我讲这一段，大家稍微想一下，国际商品的加工方式、制造方式、加工贸易的比重下降，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产业链集群这10来年扩链、强链、补链，使得我们的产业链有世界最大的产业链，而且是完整的产业链。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是中国制造、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性的特征。第三个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引进外资。大家总会感觉这个10年，由于特朗普搞贸易战、搞撤资，拜登搞拉帮结派、搞地缘政治、搞逆全球化，那么中国的外资似乎应该是减少了。大家凭本能的感觉，但是感觉了的东西不一定确切，必须理性的用国际贸易中的数据来分析才清楚。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80年代10年，中国每年引进外资大体上在400多亿、500亿不到。那么90年代这个10年，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外资在800-900亿美元。那么新世纪初的10年，也就2000年到2010年，中国引进外资在1200亿美元。那么大家就要想，这个10年似乎比以前要少，
其实这个10年，2012年到2022年，我们每年引进外资在1400多亿美元，比过去10年平均每年增加20%。那么大家这个感觉，凭我嘴巴说不行，你们自己可以百度上去搜索中国的外经贸委现在的商务部或者 WTO 每年都有统计，这是一个数据。第二个概念呢，最近10年里边，大家又会讲到是不是过去5年比较高，最近的5年相对低，因为最近5年又是打贸易战，又是疫情。但实际上呢，是最近5年中国引进外资平均每年，就我刚才说的1600亿美元，而前几年呢，就是2010年到16年期间呢，大体上是1300亿美元左右，加起来除个2就在1400、1500了。那么讲这一段的意思呢，就是恰恰这10年，中国在美国人搞逆全球化、打贸易战的背景下，老板们做生意的人在商言商，按市场经济规律办，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比如说，美国特斯拉这几年在上海先投了个50亿美元，现在跟着又第2期再来个50亿美元，一干就是100亿。再比如说，苹果公司在中国投资了100多亿各种各样的美元的生意，然后形成了那么大的苹果的1.7亿个手机，它1年做2亿个，在中国做1.7亿个，这10几年一直是这么在干。那么特朗普曾经把他叫去，17年的时候说，你为什么在中国搞这么大的苹果的那个，你不可以干在美国，不可以干在巴西或者墨西哥嘛？库克很冷静的就跟特朗普说了一番话，他说，我20年前90年代在美国有个很大的苹果工厂，又生产电脑又生产手机，但不赚钱。我在中国1.7亿台手机卖1700亿美元，中国的制造成本低，40%的毛利，有600多亿美元。中国的企业拿走了100多亿，我可以从中国每年背回500亿美元。你要一个总部在美国、生产基地在美国但不赚钱的苹果，还是要一个总部在美国、生产基地在中国，每年能背回500亿美元的苹果？特朗普做房产商的，他不懂，很可爱的就问库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那库克就跟他说了一番话。总的意思，中国现在内循环的大市场是吸引世界资本到中国投资的最重要的筹码。第二，大市场会带来制造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单位投资下降，单位的物流成本下降，单位的科研开发成本下降，单位的采购成本下降，同时也会提高劳动生产力，所以中国制造业的综合制造成本低。我们这个10多年，尽管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中国几十年来的人口红利中，低成本的劳动力这个红利逐渐淡出，但是中国制造业在规模效应下，综合制造成本6个下降，使得我们现在中国形成了重大的产地销的概念。所谓产地销，就外国人到中国投资，投资以后的产品全部销到全世界，不是在中国销售。但为什么要放在中国来呢？因为中国制造成本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可以理解，就是销地产、产地销综合效应，使中国吸引全世界资本投资FDR 投资的效应日益彰显。以上就是我要讲的世界经济中中国对外开放现在出现的3个效应，而这3个效应让全世界的投资者、企业家，包括政客，包括跟我们不友好的政客，他们都会感受到这3个效应的作用。
那么友好的更多的跟中国合作，不友好的更多的想办法跟中国打压中国。但不管怎么说，这是经济规律，世界最终是要服从经济规律的。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